母女俩在正常不过的一次争吵，却说出了世间最恶毒的话。Well, I hope you get raped on the way too. 这居然就是他跟女儿说的最后一句话。没想到一语成谶，那天晚归的女儿遭人奸杀后焚尸，然而凶手不知所踪，警方也一筹莫展，案子成了悬案。几个月后，这件轰动一时的新闻渐渐被人们淡忘，只有那个母亲还被锥心的悔恨煎熬着。一天在回家路上，她注意到了3块年久失修的广告牌，突然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她径直找到广告商，说要高价租下他们。广告商很诧异，但等他看清女人写好的广告语之后，心中一下就明白了。I guess you're Angela Hayes' mother. That's right. I'm Angela Hayes' mother. 这3块广告牌上面分别写了3句话，第一句是被强暴致死，第2句是凶手还没抓到，第3句是威洛比警长。这是怎么回事？短短3句话，矛头直指警局的最高长官。这还不够，他还叫来了电视台记者，把他的诉求广播给了全国。Everyone is too busy going around torturing black folks to be bothered doing anything about solving actual crime. And Chief Willoughby, why single him out? He's the head of them, ain't he? The buck's gotta stop somewhere. 关掉电视，警长的心中十分委屈。然而他疯狂的举动让这件事情人尽皆知，可米尔的支持者却没有几个。人们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威洛比警长，因为他在小镇上一直备受尊敬，这也无疑让米尔成为了小镇公敌。可为了抓到残害女儿的真凶，即便是与全世界为敌又能怎样？不久前他因为家暴离了婚，只剩下了一儿一女为伴，母亲成为他最后也是唯一引以为傲的身份，他必须誓死捍卫，而保持愤怒就是他最强有力的武器。没过多久，威洛比警长亲自上门弹劾，意外的是他并没有迁怒于米尔，反而耐心地跟他解释他女儿遇害的全过程。没有一个目击者，而现场找到的凶手 DNA 与全国所有在案的嫌疑人 DNA 都不匹配。但米尔显然听不进任何道理，见他一意孤行，警长叹了口气，近乎哀求地告诉他自己得了癌症，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I'm dying. I know it. And you still put up those billboards? Well, they wouldn't be as effective after you croak, right? 米尔满不在乎地摇起秋千，警长无言以对，只能起身离去。第二天晚上，同样是威洛比支持者的神父也来到了米尔的家，他代表了全镇的人，强硬建议米尔撤掉广告牌。Everybody is with you about Angela. Nobody is with you about this. 米尔冷笑，这个大家里面几家有女儿，几家的女儿被人强暴焚尸，几家知道教会的猥亵丑闻，又有几家敢站出来扮演无辜的雪花。从前他碍于情面才没有揭穿这帮人的虚伪，现在他没什么好顾忌的了。I don't care if you never did shit, you never saw shit, you never heard shit. You join the gang, you're culpable. Then you kind of forfeit the right to come into my house and say anything about me, or my life, or my daughter, or my billboards. So why don't you just finish up your tea there, Father, and get the fuck out of my kitchen? 人人敬重的神父第一次吃了瘪，他没预料到一个失去女儿的母亲居然如此可怕。同样，这个胖牙医也没预料到，他不明白未经他人事，莫劝他人善，更不明白多管闲事要适可而止。And why don't you tell those good friends of Bill Willoughby to tell him to go do his fucking job, fat boy? 手指受伤的牙医第一时间报了警，警长哭笑不得，他心里很清楚，米尔没啥大错，麻烦是牙医自找的。其实在这之前，他和米尔也是多年的朋友，所以他开始温言相劝，如果人家真的把你告上法庭，你又拿什么钱去支付昂贵的广告牌费用呢？可说着说着，他突然一口鲜血喷到了米尔的脸上。I didn't mean to. It was an accident. I'm gonna go get somebody. 这一刻，他脱口而出的称呼是朋友间才会使用的宝贝，而救护车上的警长也命令手下放米尔回家。如果说牙医和神父的刁难，米尔根本不放在心上，但有一个人他还是在意的，那就是他的儿子。姐姐的死，他也难以接受，他试图装睡回避悲伤，可现在每天上学和放学路上，他都得被那3块广告牌一遍又一遍的提醒，姐姐是怎样悲惨的死去。这晚，儿子终于发了飙 That it wasn't enough that she was raped, and it wasn't enough that she died. No, raped while dying. Thank you, Mom. 为什么别人不愿意回忆的残酷细节，他却要写在巨大的广告牌上？米尔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女儿打扮好要出门向他借车，可他自己也要用车，就打算给女儿些钱，让她打车回家。不料不满的女儿出言不逊，母女俩大吵一架，他在气头上临时改了主意。Let me borrow the car or what? Why don't you just walk, Angela? Why don't you just walk? You know what? I will walk. I will walk! And you know what else? I hope I get raped on the way! Yeah, well, I hope you get raped on the way too. 如果当初没有那一念之差，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没法原谅自己，
只有竖起3块广告牌。别人都以为他在控诉警长的失职，其实他是在惩罚自己的失职。在那些没人看见的傍晚，他常常带着花去到广告牌下，悄悄祭奠女儿。人们只知道广告牌只是他宣战的武器，却不知道他也是他没来得及付出的母爱，是他说不出口的悔恨。有一次，一只美丽的小鹿突然凭空出现，就像是女儿在冥冥之中回来安慰悲痛的母亲，但她依然不肯放过自己。 You ain't trying to make me believe in reincarnation or something, are you? 'Cause you're pretty, but you ain't her. She got killed. Now she's dead forever. 小鹿飘然离去，而他也终于泣不成声。隔天一早，许久没回家的前夫回来了，他进门就是一通责难，因为广告牌让他也成了小镇的谈资和笑柄。米尔本想好好跟他解释，一个案子获得的公众关注越大，破案的几率也越大，但前夫压根不关心这个，他只在乎自己现在的面子。米尔失望至极，当得知前夫的19岁新女友就在门外时，他终于没忍住讽刺道 Oh, that explains it. That explains what? I know I smelled something. Let her go! 前1分钟还剑拔弩张，后1分钟又放好被掀翻的桌子。愤怒在这里早已成了一种武器，被娴熟的使用来换取对方的妥协。坐下之后，正常的话还没有说上2句，两人又针锋相对起来。前夫临走时说，女儿死前1周曾问他能不能搬到他那里去住，因为他再也受不了和母亲争吵不休了。 And I said, no, stay at home. Your mom loves you. I wish I hadn't. Because if I hadn't, she'd still fucking be here. I don't believe you. Don't believe me. Ask Fruit Loop Boy. 米尔呆坐在桌前，久久没有说话。而与此同时，警长的病也终于传到了广告商的耳朵里。他于心不忍，左右为难，苦恼了半天，好不容易从合同里找到一个漏洞。米尔当初没有付押金，他小心翼翼地告诉米尔，除非他今天补交，不然他就不得不把广告牌撤下来了。当然，他明知道米尔是凑不到这笔钱的，也并不隐瞒自己的真实动机。 Dying, Mildred. We're all fucking dying. 就在这时，秘书兴奋地冲进来，递上一个厚厚的信封，说刚刚有人送来了$5000，正巧就是为米尔支付的广告牌费用。奇怪的是，送钱的人没有留下姓名，署名一个朋友，这人会是谁呢？瑞德百思不得其解，米尔却松了一口气，他的广告牌总算保住了。可就在这时，传来了警长自杀的噩耗，威洛比警长自杀于家中，只留下了他的妻子与2个女儿。没有人能预料到，就在自杀的那天下午，他还带着妻子和2个女儿去郊游。到了晚上，他像往常一样神色平静，安顿好女儿，再与醉酒的妻子吻别，然后又为了马还细心打扫了马厩。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才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头套。警长死了，他留下了3封信，第1封是给妻子的。他在信中说，尽管他无比希望能多陪亲人几个月，但每当看见他们悲伤的眼神，他都无法忍受自己一点一点消耗的生命即将带给他们的巨大痛苦，所以他宁愿走得决绝一些。 Your final memories of me will be us at the riverside in that dumb fishing game, which I think they cheated at, and me inside of you and you on top of me, and barely a fleeting thought of the darkness yet to come. That was the best, Anne. Whole day of not thinking about it. Dwell on this day, baby, because it was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Kiss the girls for me, and know that I've always loved you. And maybe I'll see you again if there's another place. And if there ain't, well, we'd spend heaven knowing you. 当警长自杀的消息传到警局时，平日里的钢铁硬汉们哭成一团。迪克森最为伤心，他认为要不是米尔苦苦相逼，警长不会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可眼下他没法去找米尔泄愤，而米尔的帮凶，那个利欲熏心、是非不分的广告商，此刻却就坐在警局的对面。在愤怒情绪的驱使下，迪克森冲进瑞德的办公室，把他暴打了一顿之后扔下了2楼。瑞德受了重伤，趴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着，迪克森还嫌不够，上去又补了一拳。没想到这一幕被新来接任的警长尽收眼底。毫无疑问，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杀鸡儆猴，炒掉了这个殴打平民的害群之马。 Just get the fuck out of my station house, man. 警长一死，米尔成了整个小镇的敌人。他送儿子去上学，被人往车上扔垃圾；他去店里工作，也受到陌生客人的骚扰。而此刻他最害怕见到的人，也就是警长的遗孀，却偏偏出现在他眼前。原来，警长的第2封信正是写给米尔的。在信中，警长再次为没能抓住凶手向他道歉。他安慰他说，或许某天凶手会自己露出马脚，但那需要等待，更需要运气。然后他说到了广告牌的事。 Admit, Mildred, the billboards were a great fucking idea. They were like a chess move. And although they had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my dying, I'm sure that everyone in town will assume that they did. Which is why, for Willoughby's counter move, I decided to pay the next month's rent on them. I thought it'd be funny, you having to defend them a whole nother month after they've stuck me in the ground. The joke is on you, Mildred. Ha ha.
and I hope they do not kill you. So good luck with all that, and good luck with everything else too. I hope and I pray that you get them. 警长并没有怪罪米尔，但其他人却把这笔账算到了他的头上。一天晚上，广告牌不知被谁点燃了，他们在黑夜中熊熊燃烧着。米尔跳下车，拿着灭火器，不顾一切地冲向他们。他扑灭了第一个广告牌上的火焰，可到了第二个，灭火器用完，他还站在烈火中央不肯下来。在巨大的广告牌上，他就像一只蚂蚁一样无助。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儿子扑灭了第二个，他又赶紧跑向第三个。儿子在他身后大喊停下，已经来不及了，但他不听。Leave it! Leave! Robbie! 他终究无力地跪了下来。这一刻，吞噬了广告牌的火焰，就如同吞噬了他内心的愤怒，悲伤变成了仇恨。一个复仇的计划开始在他心中酝酿。到了晚上，米尔一袭黑装出现在了警局门口。真正的复仇此刻要上演了。丧女的母亲看着眼前的警局怒火中烧，整齐的燃烧瓶就是他复仇的尖刀，一个接着一个织出了他的忧伤。看着愤怒的火焰越烧越高，米尔的内心逐渐雾散冰消。但你谁都没想到，最后一个扔过去，直接把毒性的警察炸出3米多高。迪克森爬起了一脸的懵，只是一封信的功夫，到底发生了什么？要是以往他肯定会慌乱无措，但现在的他不再是那个冲动暴躁的简体，因为这封信彻底改变了他。就在早上，被开除的迪克森突然接到了警局的电话，要求他将警局的钥匙归还，顺便来取一封信。原来威洛比的第3封信就是留给他的。晚上，他独自来到空无一人的警局，而威洛比的信上字字肺腑。他说道，他一直坚信迪克森可以做一名出色的警察，但前提他必须摒弃暴躁易怒的性格，因为愤怒和仇恨永远都不是破案的工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要成为一名真正的警察，首先要学会爱，因为有爱才会冷静，只有冷静下来才能认真思考，而思考才是一个警探的破案利器，它甚至比一把手枪更加有用。等学会了爱，他就能成为他想成为的人。恩师的信一语中的，让迪克森沉浸其中。戴着耳机的他丝毫没有注意到，此时的警局外早已火光冲天，直到米尔最后一个燃烧瓶扔进了警局里面。 But things are gonna change for you. I can feel it. 面对着熊熊的大火，迪克森显得格外冷静。警察的本能让他首先注意到的是米尔女儿的案子。他一边将师傅的劝告谨记于心，一边将卷宗揣进了怀里。Come. 随后毫不犹豫地冲进火海之中。他忍受着火舌撕扯之痛，奋力将卷宗扔到一边，而本以为警局没人的米尔，这时彻底傻住了。当他看迪克森拼死救出来的正是女儿的卷宗时，内心更是无比复杂。被阻拦了千百次都无动于衷的他，这一刻也开始动摇了。严重烧伤的迪克森被送进了医院，而在他的对面，正是差点被他打死的广告老板。可老板并没有认出这个木乃伊是谁，看他行动不便，还好心走上前询问他是否需要一杯果汁。透过纱布缝隙看到老板的惨样，迪克森悲愧交集。You be okay? I'm sorry, Welby. You know me? I'm sorry. Sorry for what? Throwing you out the window. 老板这才恍然大悟，他气得浑身颤抖，大口喘着粗气。I'm sorry, man. I don't care. Stop fucking crying, goddamn. Salt'll just fuck up your wounds. I thought salt was supposed to be good for your wounds. What am I, fucking doctor? 但最后还是将橙汁拿给了迪克森，还特意将吸管扭到他这边，而这份宽恕再次让迪克森的内心为之一振。不久后出院的迪克森来酒吧买醉，却无意间听到一个人在和朋友吹嘘，他曾经奸杀过一名女孩，而作案过程居然和米尔的女儿如出一辙。脾气暴躁的迪克森在听到这一切后，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只见他走出了酒吧，看了一眼那人的车牌号，又从容地折返回去。他假装给那人表演魔术，用指甲狠狠地刮伤了对方的脸。而那人也瞬间暴怒，将迪克森按在地上一顿毒打。My bad. Can't remember where I was.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拖着一身的伤回到了家，不顾母亲的询问，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用一把小刀从指甲的缝隙里
挖出了那人的皮肤组织，放进了试管。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找到了米尔，他让米尔千万不要放弃，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真正的凶手。看着伤痕累累的迪克森，米尔似乎看见了威洛比警长，他的内心也随之动容。Hey, Dixie. Thank you. 告别米尔后，迪克森来到警局，将收集到的 DNA 交给了局长。局长对他的做法赞不绝口，但他对此却毫不在意，而是只关心那人到底是不是真凶。但可惜的是，在查证以后，那人并不是真正的凶手，他的 DNA 与嫌疑人的并不匹配。他是一名士兵，在案发时他人还在伊拉克，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他之所以会那么说，要么是在从军过程中犯的案，要么就是他真的在吹牛。但不管怎么样，他都与米尔女儿的案子没有任何关系。迪克森难以接受这个结果，因为那人述说的细节根本就不像吹牛。即便他不是这桩案子的凶手，但他也一定是一名恶贯满盈的坏人，他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局长表示他爱莫能助。迪克森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拿出了一把猎枪，呆坐着思索了许久，最后还是将这个遗憾的消息告知了米尔。而米尔听到结果后，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情绪，他也第一次哽咽起来，这最后一次希望也就此破灭了。Mildred? Are you sure? He wasn't even in the country when it happened. I'm sorry I got your hopes up. That's all right. That's all right. At least I had a day of hoping, and that's more than I've had for a while. I gotta go. 可这时候，迪克森却有了一个新的想法。There was one thing I was thinking. What's that? I know he isn't your rapist. He is a rapist, though. I'm sure of that. What are you saying to me? Got his license plate. I know where he lives. Where does he live? Lives in Idaho. That's funny. I'm driving to Idaho in the morning. Want some company? Sure. 挂断电话后，迪克森告别了母亲，米尔告别了儿子，两人中放下愤怒，但又保持着愤怒。他们收拾好行装，踏上了寻找罪恶的旅途。但这一次他们不再孤单。这是2017年的电影《3块广告牌》，愤怒是整部电影的底色，但它却在讲述一个充满爱和温柔的故事。米尔因为女儿的死而内疚，他不断在真相中寻找化解内疚的方法，但随着真相越来越渺茫，他的愤怒却积攒得越来越多，而当释放之时，就是一场惨烈的悲剧。同样愤怒的还有迪克森，他随时随地戴着耳机，这表示他不善与人交流，也不屑与人交流。愤怒和暴力是他解决事情的唯一方法。警长威洛比是广告牌事件的中心人物，也是片中为数不多的没有被愤怒影响的人，但因为身患绝症而陷入困境，最后为减轻家人的负担和自己的痛苦，提前结束了生命。如果3块广告牌是愤怒的导火索，那威洛比留下的3封信就是化解愤怒的灭火器。如果仇恨让人成为情绪的奴隶，那么爱会人变成情绪的主人。你可能会觉得那是一个以德报怨的俗套故事，其实不然。在《论语·宪问》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或曰，以德报怨，如何？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里的直指的是合适、恰当、正确的意思。一方面照顾个人的内在情感，同时又兼顾外在法理道义，以正确的方式去对待恩怨，方能解怨化恨。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学生问孔子，用恩德来报答怨恨怎么样？孔子说，那用什么来报答恩德呢？应该是用正直、正确的方式来报答怨恨，用恩德方能报答恩德。也许这也是威洛比的处世之道。如果他只是一味的以德报怨，那么他就只是一个烂好人，不足以对小镇上的人如此敬重。他明白别人眼中泼辣强悍的米尔并非十恶不赦，所以才不以怨报怨，而是会以正确的方式试图将他拉出仇恨的泥沼。别人眼中暴躁易怒的迪克森，在他眼里并非冥顽不灵。从他桀骜不驯的外表下，他看到了强烈的正义感与责任感，相信他能成为一名好警察。 Hand. Where the hell you keep that man on? He's a good man at heart. Tortured a guy in custody, Bill. There was no re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at. 所以身怀大爱的威洛比才能在小镇上成为备受尊敬的人。看到这，不知道您是否还纠结凶手是谁，是否还在评判谁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想电影想让我们看到的是仇恨和愤怒的力量有多么可怕，而爱和宽恕的力量又有多么强大。也许影片早就知道我们会追究关于好人和坏人的分配，所以一开始广告老板手里那本书早已给了我们答案。书的名字叫《好人难寻》，作者是美国天才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他的小说里总是悲剧最终带来善，在阴暗恐怖的底色下，为读者讲述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本来就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人与坏人，就像本片一样，我们可能觉得米尔的做法自私极端，但我们对多管闲事的胖牙医又是欣赏还是憎恶呢？如果我们也讨厌牙医的未经他人事还要劝他人善，
那么我们在评判米尔的自私和极端时，是否也想到了我们其实也是胖牙医呢？一部好的电影，让人引起深思的细节数不胜数，3块广告牌亦是如此。碍于能力和篇幅，我能讲到的少之又少，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看原片，相信看完后你会受益良多。好了，我是皮皮虾，我们下期见。